说到解决问题，说到执政，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今天离开中国大陆，他去参加上合峰会，地点在哈萨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反对阵营对抗那意有所指他认为这个霸权主义万万不可大家搞帮派搞这个团伙阵营对抗，他认为这很不好希望可以有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多极化。他说的应该就是美国，大家也都很清楚。而另外我们看到他在哈萨克一落地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就亲自去迎接那这两个国家11年前就提出来要一起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一带一路看起来有很多的成果已经出来了。习近平就讲，中国大陆跟哈萨克的关系深至永久全面的战略伙伴这两个国家紧密的结合，讲到更聚焦的部分在于能源能源的贸易能源是中国大陆跟哈萨克双边贸易最重要的领域目前你看到有3条天然气管道有绿色有这个黄色的、蓝色的、红色的3条的管道A、B、C 3线并行。光是一条线单线的长度就有1300多公里是中国到中亚的天然气管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哈萨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同时，也解决了他们哈萨克南部也有一些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就业机会，据说可以带动上万人的就业机会。所以哈萨克的总统就说中哈边际的贸易30多年来已经增长了100倍，在去年2023年达到了41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份额，成绩这个已经是历史的记录了。它的成绩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的那我们看到上合组织，也许观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它到底在世界上有多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图就是如果以地域来看的话，大概是从俄罗斯到印度从中国到中亚的乌兹别克伊朗都在它的范畴、它的范围内。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一共占了世界人口的40%，非常多40%。他们创造了世界20%的这个 GDP 拥有世界20%的石油储备，这非常重要。世界有1/5的石油储备在这个区域里头所以我们看它这个所谓上合峰会，那所谓峰会就是领导人之间的一些握手，还有双边的会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很重要的，他跟普京今天7月3号在哈萨克有一场会谈。两个人其实在2个月内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了，尤其在乌克兰战争进行的此刻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而习近平在峰会期间还先后跟不仅是普京，还跟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有会议。那另外呢，他还跟伊朗的代理总统穆赫贝尔也有接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像这样子包括南方国家包括这些上合会组织的成员其实更紧密的在经济、在政治上面、在军事上面，可能都有更方方面面的结合。克里姆林宫证实，印度总理莫迪也即将启程到俄罗斯去做访问了大家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这个创始者那他这个不结盟，可是中国大陆包括看到美国或者是各方强国都想要拉拢他那两个人即将在俄罗斯见面了，会谈什么呢？预计要谈论全球安全议题以及其他的战略事务，所以包括美国或是欧盟都在密切的关注中。彭博社有一则新闻，他说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舰2度进入爱尔兰的爱尔兰海所以他们也很在关注因为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攻击潜舰已经2次在爱尔兰海附近执行任务，所以大家都在看说俄罗斯攻击潜舰第一次部署是在18个月前，现在近期是第2次部署，
所以俄罗斯的动向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那德国、波兰公布联合行动计划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欧盟这些国家，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面有一些冲突嘛，所以他们要加强国防合作，要遏制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个世界的局势看起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中亚地区是很大块的内陆区非常大块，不管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到土库曼，土库曼已经开始有出海了但是这么一大块的片区，过去是前苏联的后院，后来苏联崩解以后，还是俄罗斯的一个势力范围区。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势力范围最大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说，在苏联崩解之后，美国在当时美国的总统从小布希时代一直到这个奥巴马时代，他花了很多的力气要去经营这个中亚地区，想取代俄罗斯成为这个地方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那也曾经在吉尔吉斯、塔吉克等这些地方建立了这些空军的军事基地，美军的空军军事基地。也就是他掌控了阿富汗以后呢，那么这个中亚的十字通道，他就往北走，塔吉克往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的方向在发展。美国想把他的势力就直接抄到中亚去，现在几乎是输光了。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整个都溃退了。现在俄罗斯也守不住这块地盘了。现在这块地盘，它的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往中国这个地方来倾斜。您刚刚讲到了，哈萨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有丰富的铀矿，它也有天然气跟石油。那这么广大的这些天然资源，它是内陆的一个国家，要怎么办？要出口，要出口，它一定要经过中国。所以中国给它2条。现在目前今年在开建第3条铁路，所以中哈之间就已经有3条铁路，而且有2个一个是出海口，那么一个就是到这个西安作为内水的港运的一个流通，所以中哈的贸易额一直上升到410亿美元。那么中国是哈萨克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出口国。那大部分的能源都是卖到中国大陆来。那它的铀矿也可以满足中国核电厂的需要。现在的情况是，哈萨克它也希望能够再度的发展下去，所以它要建核电厂，它需要中国大陆来协助。有铀矿而没有核电厂，这就怪了嘛。那有风电场，有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厂，但是没有核电。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应该在这次会谈成，帮哈萨克开始再卖一座核电厂给他。那这样的哈萨克本身的电力供应充沛的话，它从哈萨克，然后再连接到，例如说我们刚前面有一段时间在讨论的就是中吉乌铁路，中吉乌一打通，那就连通到土库曼，那就要往伊朗的方向走了。那你想想看，哈萨克到塔吉克再往南移动的话，那就等于10字路口都衔接起来。塔吉克再往下走就是阿富汗了。那中国大陆跟阿富汗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让他们彼此之间都能够协调处理的话，塔吉克跟阿富汗的过去的矛盾如果能够化解，那中亚地区，那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那就是无可取代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中哈之间发展成为生命共同体的时候哈萨克就希望能够加入金砖国家，马上就要召开的6月份要召开的金砖会议，那中国大陆也支持哈萨克成为金砖的这个成员国，而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要再增加一个新的国家，就是白俄罗斯了。所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中俄还有中亚地区跟南亚，也就是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的结合，已经到欧洲的白俄罗斯都纳进来了。我想这个整个组织是越来越扩大，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成员一直在扩大，金砖国家的成员也一直在扩大。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 G7 还是紧守的，我们是一定要最富有的国家、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够加入，它还是7个，而它的影响力一直在萎缩，而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却一直在扩大。我想一衰一涨之间已经看得很清楚，未来集团体
谁更有影响力。对这些国际的组织，过去我们都只看西方哦，现在包括上合组织，包括金砖国家哦，也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因为此消彼长嘛哦，彼此都有消长。来，先请教这个彬哥，彬哥怎么看哦？包括台湾观众可能比较不理解的上海合作组织，其实它已经行之有年了。是，上合是中国大陆算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因为过去中国大陆相对来说，他不太愿意加入这种国际组织，然后结果他自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上合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这是中国大陆他开始展现他想要跟世界做更深一层结合的一个起点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也辛苦的经营了10几年了，那他其实上合组织开始就是从哈萨克这边开始，那问题是虽然他是从哈萨克这边开始呢，可是过去他跟哈萨克之间的合作一直被俄罗斯阻拦，因为哈萨克跟俄罗斯关系不是很好，那俄罗斯一直很怕哈萨克全面倒向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俄罗斯这边是一直百般的阻挠，不希望哈萨克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但这几年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所以俄罗斯的实力开始削弱，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也就不再反对哈萨克跟中国大陆走得更近。那当然，哈萨克就掌握这个时机，就跟中国大陆有更深一层的合作。那刚赖老师也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哈萨克本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铀矿出口国之一，它那个铀矿开采简单到你只要把硫酸溶液直接倒，连挖都不用挖，直接倒下去之后，它就可以分解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铀矿产地哦。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第一个哈萨克位置非常重要，是在它"一带一路"的关键枢纽。第二个，如果他掌握了哈萨克，整个中亚就在他的控制当中。那第三个，它本身又有这么多的天然资源，所以当然能够跟哈萨克有更进一步的结合，这个对中国大陆是绝对有战略上的意义。那对哈萨克来讲，他现在也可以慢慢摆脱俄罗斯的压力，然后能够从中国大陆这边取得更多的资金跟技术，能够让它进步。我想这个对中哈两国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当然对中哈两国有利，很多国家可能就会觉得不利，所以有一些国家也会希望能够他们两个不要结合得这么深哦。那当然这也是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考量。那莫迪呢，他这一次上合峰会他不去，那结果呢，他要跑去见普丁，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嘛，对啊，就是他最近，因为他最近在印度大选之中，他惨胜得很难看，所以他现在当然还是把中国大陆列为他的头号假想敌之一，所以他也要快速恢复他在国人面前的威信，然后呢，他也希望跟俄罗斯再走近一点，看是不是能够拿到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一直觉得莫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虽然他这次选的没有很好，可是未来他还是一定会有很多积极的动作。我看这个世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安宁。将军怎么看？其实我特别讲中亚五国在整个欧亚板块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它位于中央位置。那因为古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其实古时候来讲丝路就是走这边了，但因为它丝路走的都是什么骆驼啦，你说用骆驼它能够带多少瓷器，带多少匹的布，它能够运多少黄金，所以说数量来讲都是有限的。但是从那个时候有丝路，我们就知道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这种交通还是有这种需求在。那后来因为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英国、西班牙这些国家，它用船这个运输来讲的话，当然船的运量就比较大，渐渐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在清朝的时候来讲的话，中亚还是非常重要。那时候我们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俄罗斯不断的向这个中亚地区来做扩展，然后那时候左宗棠也这个去收复新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对中亚也想染指，这个国家叫英国。英国那时候从印度，他也想北上去染指这块区域，但是因为那时候后来这个地方因为交通不便，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它没有港口，可是现在中国在这个地方帮哈萨克盖了一个港口，就陆上的港口，叫什么霍尔果斯口岸。他盖了这个口岸以后，帮这个哈萨克这个很多的农产品可以从这边运输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哈萨克他自己的国家安全，他以前是依赖俄罗斯的。我们从什么事就可以看出来，2022年的时候，哈萨克有一场暴动，那场暴动是这个俄罗斯派军队帮他平乱的。那现在来讲，俄罗斯自己在乌克兰打得赔窜，对不对？已经没有能力他顾了。这时候哈萨克心里想，如果说我国家安全要找谁帮忙呢？那当然是找中国帮忙了，因为中国来讲对他最友善，而且他又有霍尔果斯口岸，那双方来讲，不管以后贸易或干什么来讲更为重要。那现在来讲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天然气管道会走这个西伯利亚2号。
会走蒙古了，现在走哈萨克进来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这个天然气管道走哈萨克，证明中国跟哈萨克关系会更近。是没有错，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这个大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大国美国。美国年底要选举了，现在拜登啊，在党内的同志的质疑声中，他会撑到底吗？他会选到底吗？我们先来看看 CNN 的民调哦，因为在辩论会之后，大家认为哇，拜登比想象中还要糟哦，所以有75%的人认为哦，别人胜选几率高，意思就是说，如果把它换掉，那可能胜选的几率会高一点哦。只有谁可以抗川普哦？结果民调做了半天哦，看起来还是贺锦丽，她的支持率勉强高过拜登一点点。其实这个新闻可以告诉大家，民主党内部可能没有其他人了哦。本来说加州州长啊或者其他人，可是看起来民调也都不高哦。只有贺锦丽勉强可以跟川普的支持率持平，或者是小小的超越。那如果换成贺锦丽，情况会更好吗？我也不知道。不过美国不管是谁当总统，看起来围堵中国的力道都不会减弱。包括您看到这个布林肯他说美国将会激烈竞争不管是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他们可能希望要领先。如果中国对于世界的愿景与美方或大多数国家相符是一回事，但是中方对未来有不同的愿景，美方不会同意这一句话好熬舌，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在美国规定的制度里头有不一样的想法的话，美国不会同意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他要确保美国是有效塑造未来的国家，只能按照我美国的想法走。如果不是照我想象的，我不同意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战，其实是越演越烈啊。美国政府今年已经撤销8项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它的限制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华为，这是非常明显的。那华为也不断的想办法，想方设法要突破封锁。我们看到华为跟武汉的新兴合作开发了 HBM 挑战市场这是一个高频宽的记忆体它现在在积极的发展显示积极突破美国的制裁。而另外我们讲到手机，华为的 Mate 70最快9月会上市，那市场也在关注就看它的晶片制程作业系统还有生成式的 AI 的支援情况等等现在有很多科技迷也都在网络上面做很多相关的讨论。在军事上面，那当然美国要更加的制裁中国大陆了您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在柬埔寨做了一个军事演习，据说他在测试像你看到的这个军事狗，这是 AI 的机器狗它在上头有机关枪、自动步枪那美国国会正在关切你看到美国的众议员布坎南就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军事领域下较劲的下一个重点就是 AI 这是众所皆知的。所以武装机器狗像这样子的新武器，恐怕对美国造成了国安威胁。所以呢，他要求国防部长必须对这个做出报告，你去查清楚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做这个，那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黑名单又多了6家公司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像是解决方案的公司科技公司还有在南非的一个航空公司英国的一个航空公司都跟南非测试飞行学院以及使用西方北约资源来训练中国军队有关，所以他们都被列入了黑名单。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美国智库又警告了，他说要小心，因为古巴有可能去帮助中国大陆监赠监听站，因为古巴就在美国的后院嘛跟美国非常接近。他说这个很接近美国军事基地这是华盛顿的智库 CSIS 他出示的这个卫星图像说古巴的电子监听站数量有增加，而且在一个美国的海军基地大概很近只有71英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新的监听站，所以他们都在密切注意包括中国跟古巴是不是在建立更紧密的
国防上面的防务跟情报的联系啊，他们现在都在看哦，睁大眼睛，拿出放大镜仔细看。来，赖老师，现在拜登不得不承认他的表现很差很糟，但是都不是他的错，因为吉尔说都不是我们家拜登的错，是化妆师的错，因为电视台的化妆师把他画的脸太白了，所以是化妆师的错，是电视台的错，因为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怎么可以晚上9点钟来举行这个辩论呢？太晚了，你不知道我们的拜登他就是早上10点上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他下班4点以后，他就不工作了，他就已经进入了弥留，不是进入了这个那个休息休眠的一个状态了。他已经进入休眠的状态，所以晚上9点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时差。你怎么可以让他在有时差的时候来辩论呢？难怪他的精神不好。但是还不是我们的拜登的错，是你这些测试的错。你怎么可以那么操他呢？操得他精疲力尽，所以他在那天的表现不好。可是不只是你这个测试，你们都应该要辞职下台，还有外宾的错。你外宾怎么可以在我们拜登来准备辩论的这段期间内，你怎么可以来美国访问？让我们拜登还必须要去接待你，让他为了外交，为了国家的利益，然后呢精疲力竭啊！所以都是别人的错。他太太真的很爱他，爱他呀。但是我们的拜登既然没错，所以他要选到底，不能不选哦。好，可是现在的民主党的焦虑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选民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坦白说，贺锦丽还是输了，贺锦丽还是没办法。尽管换了贺锦丽也没也用，输，纽森也输，其实就一个人可以赢。谁啊？米歇尔？Michelle Obama。米歇尔·奥巴马他的民调是碾压川普，他是50%的支持者，所以当他跟川普一比的时候，他就是绝对的优势了。可是问题就在于，能赢的人不想选，一定输的人拼命的想选，不放手。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怎么办？所以有人说，民主党把这个他们的党代表大会提前到7月，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拜登，有人说阳谋，就是断了这些想换拜登人的念想，是，但是阴谋就是反正先把程序走完，接着拜登宣布他不选了，然后因为他已经程序走完了嘛，所以4000多个党代表都已经投票了，那投下来就是他也成为提名的候选人，结果最后他宣布他不选了，不选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授权给这个全国委员会400多人，所以400多人就可以决定4000多个党代表，4000多个党代表决定了美国的普遍民主党选民的这些党员的意志。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化繁为简，最后由400多人来决定。你说有没有可能？那美国的未来，但问题是，能赢的米歇尔他愿意吗？如果米歇尔要出来是贺锦丽，还能够当副总统吗？他当然要搭配男性的来当副总统嘛。那有没有可能奥巴马自己再过来再回国？不行哦。所以有很多有趣的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好，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布林肯，我觉得他的话我帮他翻译一下，他所谓的中方对世界愿景与美方或大多国家相符是一回事，但中方有对未来有不同愿景，美国不会同意。其实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如果你的愿景跟我一样，那就 OK， 那我就不会阻止你。但是美国的愿景是什么呢？这就是关键。美国的愿景就是这世界由美国做主，就这个愿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愿景就是你要来做主，是你要让美国做主，那美国当然 OK 啊，没有问题啊。俯首称臣是 OK 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布林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一直以来就这个意思啊。霸道啊！所以。美国其实为什么会现在要全面去扼杀中国大陆？其实这个跟什么民主、共产什么各种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美国感受到他自己霸主地位遭受挑战，因为他怕中国大陆起来之后，他不是美国没有办法再控制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他过去对俄罗斯是这样，现在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中国大陆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就只能够突破美国的封锁，不然的话你就永远被美国压制。
这也是没办法。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在各个方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去尝试啊。比如说华为现在被禁那么多，可是你看华为也是在各个地方到处找出路。那比如说他现在去弄这个 HBM， 其实 HBM 很久以前韩国就在做然后韩国是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好的 HBM，那大部分的专利都在韩国人手上。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要学着自己做？因为他知道早晚他也会被禁。这很正常啊，所以他一定要自己什么都会，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中国大陆会被美国逼到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什么都会做的国家，这是被逼的，没办法。那当然 Mate 70现在大家就在看，因为去年这个 Mate 60创造一股风潮嘛，那也让大家觉得华为好像起来了。可是我当时也在讲，就是这对华为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它开始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开始展现出曙光了。可是这只是曙光。它要持续的不断能够发展，才能够真正突破美国的限制。像今年大家就来看你的晶片技术到底是什么，还是像去年一样的晶片技术呢？还是有更新一层的突破？那你在包括这个 AI 生成技术、生成式 AI 上面会有什么进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如果能够让人家更加惊艳的话，那美国接下来要再制裁它就越来越困难。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让人家觉得，你跟 Mate 60 Pro 也差不了多少的话，那华为的气势就可能会往下掉，所以这个对华为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关卡。那至于说机器狗这种东西，老实讲，中国大陆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美国那个 Dynamic 早在10几年前就开始在做这种东西，只是它现在装在那个在狗上面装机枪，这些看起来好像比较唬人而已。那我跟大家讲，其实美国实验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多，像美国大概在15、16年前就开始设计这种不仅是机器人上面可以载机枪，它那个机枪打出去的子弹还会转弯的啊，这么厉害？对啊，就是你人躲在墙后面，我打不到你，对不对？我一打出去，那个子弹转弯把墙后面人打死，好可怕哦！他们都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科技的进展。那未来的战争，当然如果你能够用机器人，就可以大量减少人员的伤亡。可是问题是，人类会贪心，一定会把 AI 加进去。你一旦把 AI 加进去的时候，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机器。它自己有 AI 之后，到底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它可能会来杀主人呢。所以有一天 Doomsday 搞不好就出现了，人类就灭亡。所以谁也不知道未来的进展到底是什么。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拜登在辩论会的表现太差，美国民众说，能不能叫 Michelle Obama 出来呢？有可能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米歇尔就像是赖教授刚刚讲的，现在人气蛮高的。可是你有没有看过米歇尔帮拜登竞选？到目前没有哦，是奥巴马不停的在帮拜登竞选，但是米歇尔从来不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其实米歇尔瞧不起拜登他们家人。真的哦。对，因为拜登他的儿子杭特来讲的话。他的所作所为，那蜜雪儿这个人，其实他还有他的这种道德的观点。他觉得说，你这个不管是吸毒啦，或者你家庭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来讲的话，他不屑于帮这个拜登来做竞选。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你去注意看，奥巴马虽然说力挺拜登，但是他的老婆蜜雪儿不出来，所以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场景。所以拜登来讲，自己这一点要检讨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气，这么有人气的人，不愿意帮他竞选，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拜登自己家里面的问题嘛？那第二个，我讲说这个机器狗，其实这个现在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这是金融2024中检演习，这个解放军特别展示这个狗，它有2只，一种是轻型的，重量比较轻，它是做侦察来使用。那我们现在镜头上面看到这个是重型的，它大概是50公斤，上面带了一挺自动步枪。那后面来讲比较严重的，我觉得是后面它是人还在操控，这个士兵还在操控，他用萤幕来操控。这个目前讲起来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有这个有一点战场的这种道德在里面。那它如果说发展到 AI 智能来讲的话，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政府失能、国防失灵了呢？我们先来看看呢，发生在昨天晚上8点多的一桩案件呐、在我们的这个澎湖的渔船被中国大陆强行押走，这是来自于《自由时报》的报道。
过去像这样子的案件或是这样子的报道，你看到的大概都是民进党的态度非常强硬哦，骂对方是土匪啊，登船这个来这个骚扰啊。可是我们看到像是这个《自由时报》是一个指标嘛，他今天的报道就是说，哎呀，我们的渔船越界了，哎呀，我们的渔船哦有一点这个捞过界了，像这样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方向。包括您看到他还特别去访问高雄界的渔民哦，说哎呦，金门跟马祖离我们较远呐，我们都没有要去的啊。所以大进满这个88号这一艘渔船，现在因为越界捞捕的关系，很不幸的被这个对岸强行扣留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晋江引发渔界的议论。那这个渔船被中国大陆的海警扣押，我们的海巡署也证实说，对啦，我们被登检的位置就在中国大陆的领海内。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当时这个大进满88号它被临检的地方在这里，旁边有2个小红点，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那个时间点，我们在金门附近有一艘我们自己海巡署的船，还有一艘在这里那另外中国大陆因为它的这个海警船比较多嘛另外2艘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点寡不敌众所以最后呢好像交涉也无用其实也无法交涉嘛，都在海上。所以这一艘渔船就被中国的海巡署中国的海警船这样噔被扣押回去晋江中国大陆境内的晋江。可是它被临检的地方的确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领海，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内水所以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渔民过去是不是都习惯在这边捞捕可能过去对方中国大陆没有讲话，那现在呢他如果说依法来这个检查，你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像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评论，或者是香港的评论，就说这个大动作还在后头今天只是把你澎湖的渔船给逮了或者是把它扣留，可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杀鸡儆猴的意味有一些大的动作。什么大动作呢？我们的政府能够因应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接招吗？先来看看最近这2个礼拜对岸的船舰在我们的台湾周围用270度的方式来围台，28共舰共机共舰还有战机来骚扰这个标题写切西瓜式的绕行澎湖的南方，切西瓜像这样切西瓜切西瓜切西瓜总共2个礼拜就来了6次，同样的这样子的手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子逾越中线进入我国空中防御这个的领域像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把它视为这个视若无睹吗？还是应该怎么办呢？我不晓得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南海这个地方跟菲律宾最近这一段期间有很多的摩擦，有人就说中国磨刀霍霍剑指南海，这是来自于美国之音 VOA 的报道，就说他们透过卫星影像看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现在的船坞上面在造一艘至少长150公尺的这个船舰，这个船舰的外形他们认为极为神似052D 型这是一个驱逐舰。那这艘驱逐舰如果依样画葫芦打造出来变成海警船的话，美国的海军上校，他是前美国海军上校，他就说未来如果这个海警船打造成像军舰的样子，远航远行那有可能就会突破第一岛链外。美国很担心中国大陆用海警船突破到第一岛链外执法，另外也很担心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争端。我们先来看看7月2号，就是昨天中菲在南海有一场问题会议，他们要解决这个南海的这个双边的一些情势紧张的问题。中国大陆重申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以及附近的海域要拥有主权跟管辖权，他们要菲律宾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的行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他就发话了，他就说，如果台海战争爆发，我们知道菲律宾现在有9个美军基地
所以菲律宾可能会允许美国使用美军基地耶，所以现在很多菲律宾的老百姓也很担心啊，说哎呦，万一台海有什么事情，那我们菲律宾也会被卷进去啊。甚至我们还看到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协会的一个主席，那天在北京还哭了说很害怕菲律宾人很害怕会卷进战争我们看到呢，美国怎么看中国的军武？中国军武的的确确跟过去不一样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习下过去的这个吴下阿蒙了可是他的军武的实力，美国是怎么看的呢？来自 CNN 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前防长总共2个哟一位是李尚福，一位是魏凤这个魏凤和少写一个和，都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获得提拔，没有错。可是最近呢，他们都发生事情，都中箭落马了。外界可能揣测他们是在反腐斗争中中箭落马，可能都涉贪啦，所以被解职。那 CNN 说，这凸显在军队最高层的防止腐败的困难程度这是 CNN 的解读。我们先来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昨天的渔船事件？被扣了嘛那现在看起来自由时报包括府包括院看起来都定调越界了，可是跟过去我们的理解的这个民进党喊打喊杀不太一样过去可能会骂啦先谴责啦，现在没有。有一个没搞清楚状况叫苏巧慧苏巧慧马上去骂，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你们不是要屈膝卑躬屈膝投降吗？就要求和吗？那跪着求和吗？现在嘞，结果他现在也不敢讲话了，因为很简单，民进党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定调？因为你不这样定调的话，请问一下，你能拿出什么办法来？你拿不出任何办法渔业署说他们希望透过陆委会去协商处理，那请问一下，陆委会跟对岸有任何沟通管道？根本就没有啊，那能怎么处理？所以现在对民党来讲，最佳选择就是直接定义我们的渔民违规了，他自己逾越界限，所以他自己犯规就不干我的事，责任不在我。那这样算不算甩锅啊？甩给渔民啊？他就是甩锅不然呢？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都是渔民自己不遵守规矩，所以他自己自负责任。如果能够回来，民党就会告诉你，你看都是我的功劳，我去跟对岸沟通了。那如果回不来，他自己倒霉啊。所以现在有人很害怕，认为那一船因为总共有2个台湾人、3个印尼人嘛，是，可能他们每个都会胖10公斤以上，因为上次那个我们那位士官被吴姓士官对现在已经胖了8公斤了，他们搞不好会胖10公斤。那当然我不希望这样啦，我希望还是按照大陆，如果是因为他就是违规在那个禁渔期间你捕鱼了，那违规那看是要罚款还是怎么样，还是赶快把人放回来。但现在最怕是什么？因为那附近海域有几十艘船，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中奖？对啊，现在就比较担心会不会他船上有其他的东西，违禁品啊还是什么东西？如果有这个就麻烦了。那我希望没有，就是很单纯的，只是因为他在不适合的时间内出来捕鱼，然后又进入大陆的领海范围，那他就只是单纯的执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过去有前例可循，大概就是罚金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就可以放人回来。30万。对，我希望能够这样处理是最好，大家也比较省事，对民进党政府来讲也比较好，就是不会有后续的一些麻烦。但是万一不是这样，就很麻烦。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息指出，比如说我们那个胡姓士官，可能大陆那边暂时不打算放人，因为两岸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协商的进展，因为金门的事件还没有解决。对，实际上金门这边昨天才特别跑去说，他们募了20万，要去跟家属这边会商，看是不是能够取得家属的谅解。那现在又出了这个事情，会让整件事情更复杂化。那我只能说，其实你光从这件事情去看，你就可以得知，两岸之间如果发生这一类的纠纷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是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去做任何事情，基本上就只有看大陆这边要采取什么态度，就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没辙。你看一开始海军署讲的跟真的一样，说我们去跟人家对峙，实际上那根本不是对峙，好不好？我们去了3艘艇，最大一艘100吨，其他个35吨的，人家是1000吨的，人家一艘比你3艘加起来还大好多而且人家有7艘那玩什么？根本就不用玩了。那我也不懂，就是在金门事件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大吨位的船舰没有派到金门海域去？对啊，到现在还是这些小吨位，你到人家在那边随随便便都上千吨，那我们这边都几十吨、100吨，请问一下，到那边到底要去怎么样去维护我们渔民的权益？那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就是过去在马英九时期的时候，其实这些澎湖渔民是经常就在那个海域捕小管的那为什么以前没有事？大陆可能不管你，就让你捕。
因为大陆的禁渔期是休渔期是1995年就开始，然后为什么以前他们例行都在这边捕啊？以前大陆这边就是算了，就不管你，就没关系，因为大家自己同胞嘛。那现在你不认为你是中国人，你认为我跟你是不一样的人啊，那我们就公事公办了。那我也要请大家注意，就是未来这一类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以前他可能模糊算了的地方，以后开始严格执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渔民要小心。你看这次金门渔民就很小心，他们没有过去，对，只有澎湖的渔民才过去。是澎湖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些事情恐怕会越来越麻烦。那至于菲律宾这边，其实也是一样。你看大陆一跟菲律宾冲撞，然后把他们人抓了之后，菲律宾马上来谈判了。那我们也希望出现这样的状况吗？我们上一次已经警告过政府了，菲律宾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台湾马上就会发生。那请问我们怎么解决？显然，从菲律宾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教训，也没有想过到底要如何解决。一个敢呛虾却不敢负责的政府，就是台湾现在的现况。请问一下，未来陆陆续续会发生更多的事情，我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将军你怎么看呢？我特别要说，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这个领海基线，还有什么叫领海，什么叫做毗邻区哈。其实基线也就是低潮的位置，就是基线嘛，就是陆地来讲低潮，因为潮水会涨会退，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蓝色是高潮跟低潮之间的海水，退潮以后就是基线，因为每个月这个初一15不一样哈，初一15它这个退潮的时间是最低的，那以这个来计算，但是譬如说像我跟你之间，对不对哈？可能我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凸一点，海岸线不见得都是直的嘛，那可能会凹凸不平，那就拉一条直线，说这边都算是这个海洋基线，那从这条线往外算12海里，算是领海。所以我们这个基线就在这儿，就画在这一条。对，这些，它从这条线在外算12海里，算是领海。对，然后再算12海里，算毗邻区。我用一个比较通俗、各位观众听得懂的话来给各位解释哈。这个领海就像你们家的院子，是我们家的院子哈。然后就是水。这叫什么内水区啊？内水就等于说你家的客厅了。这个线左边这个就是内水，对，就是你家的客厅了。那陆地算是你家的卧房。那这次来讲的话，我们这条船是跑到人家院子里面去偷抓人家的鱼。因为这时候他是禁渔期，大陆老百姓他当然生气啊，对你我们自己人不准我去抓鱼，结果你让台湾人来这边抓鱼，对，就把我们的鱼都抓走了。那你说他当然抓，这渔民来讲的话，他们一定会反弹嘛？为什么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自己人不能去抓，结果你让人家进来抓？然后更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海警艇哈，我们的海巡的警艇是不是跑到院子里面去？护卫哦，是跑到人家客厅里面去，一路追到内水去了，追到内水，对，追到人家客厅里面去了。那我跟你讲，其实大陆人是非常的客气哦，他没有把这警艇扣下，他理所当然我就把你警艇扣下来。你今天你是警艇，我当然有权把你扣下来。他都看到那个岸上的灯光了，对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多严重。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次来讲，我们就看大陆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它到底是以禁渔期，你都是我国内的渔民，你在禁渔区的这个禁渔期之内你来捕鱼，还是按照海警3法来捕鱼，对不对？那这种情节的这种量刑的轻重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特别担心的，假如说你赖清德一直持续这样子要跟对岸挑衅下去，他一个动作来，现在来讲的话，当然你说断交老百姓没敢啦，你说共机绕台老百姓没敢，我看不到飞机我没有敢。那你说ECFA法有些这个制造业或者是机工具业的他们那些员工就会有感，那这次来讲渔民一定会有感。澎湖的不见得会有，但是这个不是金门不见得会有，但是澎湖会有。那我试问你，这次来讲的话，如果下次他把你警艇扣下来，我们台湾怎么办？你如果警艇你跑到这地方，他说这是我的内水区，你进到这边来，我依法我就把你扣下来。那接着下来，如果他按照海检3法去扣这个澎湖的渔船来讲的话，那这些澎湖的渔民他怎么办？他生意立刻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赖先生你要考虑一下，就要不要持续在这边你嘴巴在那边一天到晚叫说是新两国论、新两国论，一而再再而三，3而4，4而5，你讲了5遍，对不对？你才就职不到1个多月，你就讲了5遍，那你不就是在挑衅对岸吗？那以前都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来讲你自己把这个默契中线全部毁剩掉。那剩下来倒霉是谁？倒霉是这些老百姓。我特别要讲一句话，我觉得政治人物哈，你不应该拿这个一般的基层的渔民或工人，拿他们的就业生活的基本的权利拿来当做你政治的筹码。你赌赢了，你赌输了，
你当然还继续在房间里面吹冷气啊。那这些渔民怎么办？他这条船被扣，他那么最少30万、100万，他才赎得回来。那这几天的损失他怎么办？他有老婆，家里面有小孩要养。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真的是不要拿你自己的政治的意识来拿这些渔民来当赌注，然后赌输的是这些渔民倒霉。是没有错。来，赖老师，这次台湾渔船被扣，澎湖的渔船被扣很明显的就是民进党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看到大陆公布的最新的一个资料出来，说是在泉州的近海，而且是在于中国大陆宣布的休渔期里面。台湾的这艘渔船违反了休渔期的规定，而且它的渔具也用的这个距离那个尺寸是比较小的，这个对于幼苗来讲是不利于它的生长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如果说要有经济海域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彼此之间在200海里内，如果有一些重叠，我们会画出一条中线。那你从澎湖到这个金门或者是到泉州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也是一样，会有一个中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海域的一个中线，这是彼此之间是可以商定的因为一定会有超过200海里。可是因为经济海域是200海里，那不管怎么画100多海里也好，可是现在在大陆是宣布是休渔期，你就不能够进入大陆的经济海域从事捕捞的作业，因为经济海域是他的话，是只有他才有专属的捕捞权。那他现在进入休渔期间的时候，台湾的渔船就不能够进去大陆的经济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法的一个依据。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渔具也的尺寸也太小，那你已经违反了3个了，也就是你跑到泉州的近海。第二个，你使用的渔具比较小；第三个，你在这个休渔期，那你被人家扣了。坦白说，真的是民进党来讲束手无策。你要栽赃抹黑大陆，你也栽赃抹黑不了了。以前都是用栽赃抹黑的，现在也栽赃不了，也栽赃不下去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处理，渔具没收，渔船扣押，然后到底要只有经济惩罚还是有刑事的？如果有刑事的惩罚，那当然就会被起诉，然后甚至会入监坐牢都不一定。可是如果只有行政的处罚，那就是罚款缴一缴，然后钱缴一缴，然后把船赎回。可是渔获量跟渔具就被没收嘛，这按照规定是如此，那就看程序怎么走。问题是在于民进党没有任何管道跟大陆沟通啊。那你现在要靠谁？那如果国民党主动来帮你做的话，又被骂说我们通共，千万不要。好，那国民党也没办法来帮你忙了。对，国民党也没办法来帮你忙，然后民进党你束手无策，那不是害死我们台湾的渔民吗？对，我觉得民进党不要这样子搞要有点本事，有点能力吧。一点本事，一点能力都没有，就是那一张嘴。刚刚陈慧文就建议说，国民党都不要插手，因为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其实我也同意啦，你要执政，你就要有本事执政下去要去解决问题